宁遇豺狼，不遇山魈这句话你听说过吗？你见过世界上长相最恐怖的猴子吗？你知道猴子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悍吗？猴子在我们人类的印象里都是调皮的、讨厌的，很少人会关注它们的危险程度，普遍都认为它们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猴子，它们长相凶残，攻击性极强，其中有一些物种非常稀缺，多数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眼看到它们的真实样貌。今天黑兔找出了世界上看上去最可怕的10种猴子，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地球上最大最凶残的猴子。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位列第10位的就是狮尾狒，这是一种仅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峡谷的一种大型猴子。狮尾狒的体长可达70厘米以上，体重可达40斤。它们生活在海拔1800到4400米的高度，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爬到高达上百米的悬崖边上，利用悬崖睡觉。这种猴子的尾巴末端有一撮毛，看上去酷似狮子的尾巴，于是人们就给它起名狮尾狒。这种猴子为昼行性，群居性很强，通常一个猴群是由一头成年公猴跟好几头母猴组成，一小群大概在20只左右。在猴群中，雄性狮尾狒经常会将整个上唇翻起，盖住鼻子，露出凶猛的犬齿，用来镇压猴群中的雌性猴子。雄性猴子通常都是连追带赶的轰着母猴子赶路。在猴群中，最强的雄性狮尾狒就是猴王，而其他的猴子可能就是它的奴隶。如果一只外来的雄性想要加入猴群，那就必须要与猴群中的公猴决斗，如果战胜公猴，就可以占有它所拥有的母猴子。这种猴子在埃塞俄比亚的西米恩国家公园被当地的农民视为害虫，因为这种猴子经常会糟蹋农作物，让农民损失惨重。好，排名第9，草原狒狒。草原狒狒的另一个名字叫做黄狒狒，这种狒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身棕黄色的皮毛跟一个紫黑色的脸颊。草原狒狒的头体长度可达 1.2 米，尾巴长度可达60厘米，体重在50斤左右。这种狒狒的体型较大，在灵长类动物中仅次于猩猩属，它们通常都栖息在热带雨林、稀疏草原和高原山地。草原狒狒的地位等级非常严厉，在猴群中，每一只猴子的地位都是由它的能力、魅力、大小、强弱、性别、年龄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各项综合指数高的猴子就会拥有更多更好的资源分配，而那些比较次的猴子就只能在猴群中俯首听命。在草原狒狒的群体中，最强的一头可以成为猴群的首领，首领可以对整个猴群发号施令，优先取食，拥有随意占领其他母猴子的权利，并且猴群成员在与首领碰面时要对其表现出顺从的样子，表示对首领的尊敬，如果没有照做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对比上面咱们提到的狮尾狒，很明显草原狒狒要更高端一些。对了，还有就是草原狒狒的性情粗野，经常会打群架，时不时的会遭到其他猴群的攻击。面对来犯者，猴群中的首领往往一马当先，带领成员冲在最前端，先向对面投掷石块，然后冲上去，利用尖锐的犬齿近身撕咬，特别凶猛。好，排名第8，尼泊尔灰叶猴。这种猴子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也叫喜马拉雅灰叶猴。它们体型纤细，体长可达60厘米，体重20斤以上，体型不大，但是尾巴格外的长，通常都在1米以上。尼泊尔灰叶猴最突出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它的四肢很长，纵身鱼跃可达8米以上，并且它还能从12米高的树上轻松地跳到地面，轻功非常的好。别看它们脸黑，这家伙属于一种非常注重形象的猴子，它们每天都需要花上5个小时的时间来相互梳理毛发，以达到最佳的状态。尼泊尔灰叶猴与多数猴子一样，公猴也拥有自己的妻妾群。不过与其他猴群不同的是，尼泊尔灰叶猴有时候也会出现清一色的公猴组成的猴群，也就是光棍群，有的则是两性组成的猴群。如果单身的公猴想要进入两性猴群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两性猴群中的公猴会驱赶外来的公猴。对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清一色的雄性猴群通常都比较和睦，争斗很少，但是两性猴群里的首领经常会调换，欺凌孱弱，作威作福，比较混乱。好，排名第7，藏猕猴。藏猕猴是最大的猕猴物种，也是亚洲发现的最大的猴子之一。它们的体长可达71厘米，最大体重记录为60斤。藏猕猴也就是猕猴的西藏亚种，它们分布于我们国家的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也有发现。与藏猕猴非常接近的还有一种叫藏球猴，这两个物种都属于猕猴属，但是两者是不一样的。藏球猴就是我们国家峨眉山与黄山上的猴子，这种猴子不惧怕人类，但是通常比较调皮，而藏猕猴只分布在西藏跟云南西北部。区分两者最简单的就是看尾巴，
尾巴长的就是藏猕猴，尾巴短的就是藏球猴。峨眉山的猴子尾巴通常都不会超过10厘米，其实很容易分辨，你就记住峨眉山的猴子尾巴短，西藏的猴子尾巴长就行了。两者栖息环境不同，当然性情也大不一样。藏猕猴的情绪变化多端，喜怒哀乐很明显，在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拿起石头砸人。如果在野外遇到一群情绪暴躁的藏猕猴，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好，排名第6，长鼻猴。它是亚洲本土最大的猴种之一，长鼻猴的体长可达76厘米，已知最大体重为60斤。它是东南亚婆罗洲岛的特有物种，主要栖息在红树林和岛上的沿海地区。长鼻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个大鼻子。雄性长鼻猴的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大，最终长度可以长到7到8厘米。它可以利用大鼻子发出更大的声音，通常都是用来向猴群传达危险信号。长鼻猴的肚子很大，它拥有4个胃，确切点说应该是有4个胃囊。它的胃可以对食物进行反刍，也就相当于可以储存食物。它们可以将吃进胃里的食物储存成半消化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如果饿了，还可以将胃里没有消化的食物反刍回到嘴里，再次咀嚼，也就是重新嚼一嚼再咽下去。听上去可能有些恶心，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谁想拥有就拥有的。正是因为长鼻猴拥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胃部构造，才使得它们可以吃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像一些含有大量纤维素的植物叶子，甚至是有毒的食物，长鼻猴都可以利用特殊的胃部将这些难消化甚至有毒的植物分解掉。最明显的优势就是不怕挨饿，其他动物可以吃的，长鼻猴也可以吃；长鼻猴可以吃的，其他动物不一定能吃。因此，在食物上，长鼻猴基本上不怎么发愁。好，排名第5，阿拉伯狒狒。这种猴子是狒狒体型中最小的一种，体长75厘米，体重40斤左右。它们分布于非洲的索马里北部，是当地最出名的一种灵长类动物。阿拉伯狒狒的形态特征很明显，头部较大，眉骨高高凸起，两眼漆黑深陷，吻部较长。明明是猴子，脸部却很像犬类，所以在当地它还有一个外号叫狗头猴。总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丑，它绝对没有我长得好看。好，排名第4，东非狒狒。它可能是非洲分布最广的猴子，在撒哈拉沙漠周边的南部非洲国家几乎都有分布。东非狒狒的性情非常粗野，雄性经常会为了争夺雌性狒狒而大打出手。一群狒狒个个都像是凶猛顽强的士兵，首领一旦发号施令，成员们就像是疯了一样的吼叫着冲向来犯者。先是来一波远程石块攻击，然后蜂拥而上，利用犬齿去撕咬，非常凶猛。这种狒狒属于杂食性动物，它们的食性很广，主要还是以植物为主。有时它们也会猎杀野兔、羚羊，甚至是鸟类。在干旱的非洲地区，东非狒狒可以称得上是沙漠地区的求生专家。在一些干旱的沙漠区域，即便食物短缺，也丝毫影响不到东非狒狒。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可以吃的食物，因此它们可以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中寻找有营养的食物，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在沙漠，它们会翻找昆虫、蠕虫、蜘蛛和蝎子等等一些小型无脊椎动物。在草原或者森林里，它们也可以吃树叶、草、树皮，甚至树根，食性很广，它们基本上很少会饿肚子。好，排名第3，臀尾狒狒。它是狒狒类中最大的一种，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最高60斤以上。这种狒狒主要也是生活在非洲南部，它们拥有32颗牙齿，雄性的犬齿较大，具有攻击性。在非洲经常会有一群臀尾狒狒闯入人类的活动范围，掀翻垃圾桶，闯入汽车和房屋，给人类造成严重破坏和威胁。有时候甚至会直接闯入人类的家里抢夺食物。这种猴群对人类来说非常危险，在当地人们经常通过射杀、毒害、电击，甚至殴打、碾压来驱赶臀尾狒狒。即便是这样，人们也无法将这种狒狒彻底铲除，因为在野外，臀尾狒狒是不属于受威胁的动物物种。除了狮子、豹子和大型猛禽能够猎杀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动物可以威胁到猴群。而狮子、豹子也并不是以猴子为主食，只是偶尔会捕杀。臀尾狒狒在野外几乎是肆无忌惮，无恶不作。人类在野外遇到它们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人类的小孩，千万不要忽略了臀尾狒狒的犬齿，它们的犬齿长达 3.8 厘米，有时候甚至可以伤害到豹子这种猛兽，更何况我们人类。远远要记住一点，它们会吃任何可以吃的食物。好，排名第2，鬼狒。鬼狒也叫黑面山魈，它们是非洲最为濒危的动物之一。由于非常稀缺，人们对它的了解还不太完善。鬼狒的体长70多厘米，雄性体重最大将近100斤，雄性与雌性的体型相差很大，雄性的体型是雌性的2倍。鬼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黑脸上有一个粉红色的下唇和白色的下巴，臀部是粉红色、淡紫色和蓝色组成的。这种颜色的动物其实很少见。与其他猴子不同的是，鬼狒属于一夫一妻制，最高寿命记录为46岁，寿命相对较长。它们仅分布在尼日利亚和科麦隆的热带雨林中，同样也是杂食性动物，结群生活，猴群大概是由20到50只组成。
领头的鬼狒往往都是力大勇猛、牙齿较长且尖锐的。这种猴子对各种敌害均具有威胁性，它们的攻击性、战斗力究竟如何，目前还未得到确切的数据。好，排名第一，山魈。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猴科灵长类动物，雄性平均体长75到95厘米，平均体重为40到70斤，最大可达120斤。这种猴子头大而长，脸部色彩鲜艳，脸上的特殊图案特别吓人，因此在古代它一直被当作神话传说里的独角鬼怪。其实山魈就是一种罕见的猴子，它们大多数都分布在刚果、尼日利亚和科麦隆，经常栖息在比较稠密的热带多岩石地带。山魈同样也是群居动物，不过它们的族群通常都比较强大，每个群落平均有600多只一起活动，最多的种群甚至超过了1300多只山魈在一起活动。它们非常聪明，拥有严厉的等级制度。成年山魈的性格非常暴躁、凶猛好斗，经常会与中型猛兽搏斗。体型较小的一些豹子是不敢轻易招惹成年山魈的，特别是山魈群的首领。领头的山魈勇猛好战，牙齿跟爪子都是非常尖锐且锋利的，而且臂力也非常惊人，是普通成年人类的3倍左右。一旦发起疯来，对各种敌害均具有威胁性，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海到底有多深？海里到底有什么神秘生物？人类为何下到海底深处会产生幻觉？是什么力量在阻挡我们探索大海？中国12生肖里的龙是否真的存在？你知道吗？登陆月球的人比进入深海的人还要多，入海居然比登天还要难，这是事实。美丽的海洋表面之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连5%都不到。今天黑兔带大家潜入11034米的海底，探寻那漆黑冰冷的神秘世界。有深海恐惧症的人慎重观看。一头扎进海里，下潜1到3米是我们人类游泳的正常深度。如果不借助潜水设备，我们下潜到超过3米往下，随着水深加深，压力也会逐渐加大。超过3米，明显会感觉到耳朵不适，普通人也只能在这个区域内游泳。再往下30米处，你会看到大片的珊瑚礁，还有各式各样的鱼。40米，如果下潜到这个深度，巨大的压力会使你出现头晕目眩、关节疼痛的症状。如果继续下潜，会有生命危险。70米，这里是鲸鲨的地盘，鲸鲨是所有鲨鱼里个头最大的鱼，体长能达到20米。你如果下潜到这个深度，就会出现幻觉，因为海里的压强和陆地不一样，人在海中所能承受的压强有限，一旦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就会出问题。100米，到这里你会看到一种非常大的章鱼，长达6米，并且可以像变色龙一样的自由变换自己身体的颜色。见到它，我才知道星爷电影里的大乌贼并非无厘头喜剧，这种大型的鱿鱼原来真的存在。大乌贼曾多次在日本搁浅，据传很多日本人也迷信地认为这种大鱿鱼的出现预示着会给日本带来灾难。200米，超过200米就到达深海区，这里的水流速度缓慢，高压无光，水异常的冰冷。由于距离水面太远，不透光，所以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这里几乎不会生长什么植物，按理说这里是不适宜动物生存的。可大海的神秘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在这阴暗冰冷的200米处，生存着一种名为黄带鱼的物种，体型最长可达15米。据相关记载，每当黄带鱼浮出水面，当地紧接着就会出现地震或是海啸。在很多传说中，黄带鱼的出现都是不吉祥的征兆。由于外形跟中国12生肖里的龙有点相似，也被很多航海人称为海龙王，恶魔的使者。300米，这里是这种怪物的栖息地。它的身材巨大，学名干式巨螯蟹，一条腿就有2米长，曾在日本附近海域发现，日本人称它为蜘蛛蟹。由于其巨大的体型，曾被怀疑受到了核辐射变异而成，后经过测试发现并没有发生变异的状况，这玩意儿天生就长这么大个。你如果有幸在海上遇到它，那就准备500米，这里是目前海里已知最大的 BOSS 蓝鲸的下潜深度。蓝鲸这个东西大家都熟悉，它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大的动物，体长最大能到33米，
体重180吨，单是一条舌头就有4000斤重，哥斯拉都得让它3分。这玩意儿你用什么锅才能装得下？同样，它也是世界上叫声最大的动物，蓝鲸一声吼能传播到3000米开外。900米，下潜到这里，你会看到10几米长的大鱿鱼，学名大王乌贼。早期渔民捕鱼时，曾用这种巨型章鱼浮出水面，因为长相特别吓人，一直被渔民当作海怪，还给它起了很多杀气腾腾的名字：暴龙鱼、恶魔鱼、蛇鱼。1000米，这里就属于海下的深层带了，也就是半深海带。这里完全没有一点阳光，到处都是黑漆漆的一片。这里的生物由于受不到阳光的照射，眼睛普遍都退化，甚至有些鱼自己身上进化出照明设备。大概是因为谁也看不清谁的原因，这里的动物长相也都比较随意。1300米，唐僧师徒曾经做过的海龟可能就在这里。这里是海洋里最大的海龟，鳞皮龟的下潜深度，它最大体长可达3米。这种龟虽然个头大，但是性情非常温顺，主要以水母为食。由于它们无法分辨海中的水母和人类丢的塑料袋，经常会误吞，导致数量特别稀少，被很多国家列为濒危物种，属于1级保护动物。1500米，在幽暗恐怖的深层带，你会见到身上发着亮光的魁鱼。这种鱼只可远观不可近看，因为长相太吓人。不过它还不是这个深度长相最狠的，最狠的要数得上这位了——史前生物宙塞鲨。你别看它长得算不上很哇塞，这个物种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8000万年，迄今为止人类只见过它2次面。这种鱼的具体寿命至今仍是个谜。2000米，这里有一种如幽灵般的深海龙鱼，什么金龙、红龙、银龙，在它面前都是弟弟。它是一种特别凶狠的捕食者，但是那满嘴的獠牙就够吓人。这种鱼体型不大，但是在阴暗无光的深海处如幽灵般存在。它的身上自带发光器钓饵，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吸引猎物。3000米，这里是赫赫有名的抹香鲸可以到达的深度。抹香鲸之所以叫抹香鲸，是因为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干燥品，这个干燥品会发出淡淡的香气，也是各大高级香水的配料。由于获取难度相对较大，这种东西的价格特别昂贵，据说跟黄金的价格差不多。3700米，这里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地，它已经在这里待了100多年。5000米，这里就到达海下的深渊层了。这里的水压大得可怕，温度几乎接近冰点，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是它的栖息地。它叫尖牙鱼，恶狠狠的长相跟黑暗恐怖的深渊层相匹配。7000米，这里是中国蛟龙号的下潜深度。8000米，这里是目前发现有鱼类生存的最深处。按说在这个深度生存的物种都应该是那种张牙舞爪、外形相对恐怖的鱼类。然而在深达110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水下8000米处，发现了这种半透明的小型鱼类。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承受的压强相当于1600头大象站在它的身上，可它们依然能活动自如，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再往下11034米，这里已经到达人类已知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海沟深度大于珠穆朗玛峰海平面之上的高度。至今为止，下潜到海沟深处的人只有7个，中国人有3个。据其中一位下潜者名叫卡梅隆的导演描述，下到海底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像月球一样荒凉，没有发现任何动物在这里栖息。上面只是我们人类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整个大海我们人类探索到的才不到5%，但就是这5%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大海的浩瀚与神秘。就像大海里的巨型生物，如果没有科学家去探索它们，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还有中国古籍《山海经》里描述的异兽，其中山经5卷，海经13卷，明显海里的异兽要比陆地上多，这也符合地球上的地理结构。里面描述的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兽，让现代的人看起来很难相信，包括中国12生肖里的龙，这些我们人类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通通归结于神话故事。人类如果没有见过深海里长达15米的巨型章鱼，
它们自然也会被列入到神话故事当中。对于未知的事物，我们一定要心存敬畏。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头顶上的月亮一年比一年小？这不是你的错觉。据科学家观测，月球正在以每年 3.8 厘米的速度离我们远去。这也是很多人感觉月亮越来越小的原因，因为它真的在变小。如果月球一旦消失，地球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月球一旦消失，人类将不复存在。乍听起来你会感觉到不可思议，距离我们38万公里开外的月球消失，关地球什么事儿？普通人看起来，月亮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不像太阳那样会给我们带来温暖，还有植物的光合作用、农作物的生长等等，都离不开太阳。那么反过来，月亮都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其实地球上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并不是地球自己创造出来的，是由太阳、地球、月亮共同创造出来的，三个缺一不可。其中月亮的重要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如果月球消失，第一个就是海水的潮汐涨落会发生变化。月球自身的引力直接影响到海水的潮汐涨落，生在海边喜欢赶海的人会经常看到这种现象。由于月球的引力，当地球自转每到正对月球的区域，这里的海水就会被月球的引力吸起，向外膨胀，然而形成另一侧的退潮现象。没有了月亮对海水的吸引力，就预示着将会有大量的海水涨潮，从而涌向陆地，沿海城市将会遭受巨大的破坏，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月球消失，潮汐发生变化，沿海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例如螃蟹、海星、海螺，这些生物都生存在潮汐带。如果没有潮汐，这些生物将无法生存。这些生物的消失会对陆地和海洋动物产生连锁反应，物种大灭绝的现象就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没有月球，地球的转速会很快。据科学家推算，大概在46亿年前，月球没有形成的时候，地球上的一天只有8个小时，自转速度是现在的3倍。直到月球的出现，地球才有了刹车片。由于月球对海水的引力很大，从而对地球形成了一种拉力，使地球的自转速度变慢，才把我们的时间从之前的8个小时延长到一天24个小时。自转速度加快，地球的温度会急剧下降。即便我们能受到太阳的照射，但是由于地球的转速加快，太阳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加热我们的地球表面，很多农作物将不能存活，人类就会出现吃的问题。自转加快还有一个更致命的现象会发生，那就是具有超强破坏性的飓风会迎面而来，风力会以每秒80到90米的速度一直吹。这样强大的风力会严重影响大型植物的生长，比如说阻挡沙尘的树木、森林将会不复存在。没有了树木生长，再加上飓风常年四季的刮，慢慢的地球就会变成像沙漠一样的恶劣环境。虽然沙漠也会有动物存在，但是作为人类想在那种环境下生存下去，难度是非常大的。月亮消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季节变化。月球在一定意义上是地球的平衡支点，因为月球自身的引力会把地球的自转轴倾斜拉向23.5度，让地球可以保持固定平稳的状态自转。正是因为月球这个平衡器的存在，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四季分明的舒适环境。月球如果消失，这个平衡点将不复存在，这时的地球就会摇摆不定，随后就会发生地震、火山爆发等毁灭性的灾难。这个时候，即便人类有幸在地球上的某一处地方生存了下来，由于缺少月球这个平衡器的支撑，地球面朝太阳的地方会频繁的转变，意味着人类要面对春夏秋冬四季的快速转变。早上是夏天，有可能中午就到了冬天。以我们人类的属性来看，我们是承受不了这种极快的温差转变的。即便是人类能受得了，地球上的植物也受不了。寒冷的空气会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随着农作物的消失，人类自然也会渐渐的灭绝。月球消失还会导致有更多的陨石撞击地球，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足以证明这一点。1968年，阿波罗8号环绕月球，看见月球背面密密麻麻的陨石撞击坑。如果没有月球，这些陨石极有可能撞向地球。除了月球自身抵挡的陨石外，还有冲向地球的很多陨石从月球附近路过，受到月球引力影响的陨石就会偏航，间接性的避免了地球遭受陨石冲击。
虽然月球并不能为地球阻挡全部的陨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保护了我们。月球消失除了会发生以上的灾难，还是有一点好处的。随着月球的消失，我们的眼睛将不会受到月光的干扰，抬头就可以看到浩瀚清澈的星空。欣赏美景的前提是你能活着。还有就是月球为什么会慢慢的远离地球，这个就要从月球的形成开始说起。其实月球形成有很多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撞击说。大概在45亿年前，太阳系一共有20颗行星，当时的地球脾气相当的暴烈，无数的超级火山到处都是熔岩，每天都有陨石从天而降。初期的地球毫无生命迹象，突然有一天，太阳系其中一颗名为忒亚的年轻行星，因为看不惯地球的暴脾气，约了个日子去找地球单挑。这个年轻星球以每秒15公里，比子弹还要快20倍的速度冲向地球，最后的结果是地球生存了下来，忒亚从此消失。巨大撞击产生的陨石碎块散落在地球运行轨道上，入地球的引力，这些碎片在无数次撞击中堆积演变成了月球。那时的月球距离地球只有 2.2 万公里，并非现在的38万公里。随着地球上海洋的出现，月球对地球的潮汐力也随之出现。由于初期的地球自转速度比月球围绕地球的公转速度快，因此地球上的海水凸起的地方总会比月球前进的更快一些，就好比地球在拖着月球向前转动。于是地球的一部分能量会被转移给月球，从而导致月球获得额外的能量，越来越远离地球。简单点描述，就是大海的潮汐力在慢慢的把月球向外推。其实月亮按照每年 3.8 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到我们真正看不到月球的那一天，人类可能已经找到可以宜居的星球了。如果世界末日到来，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亚马逊河到底有多可怕？人类为何会对这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浑浊的河水下究竟生活着什么样的恐怖生物？今天黑土从中找出了亚马逊河10种最危险的生物，个个凶悍无比。如果只身一人在这里，可能都活不过一个晚上。今天黑土带各位领导一起走进顶尖捕食者的天堂，探寻亚马逊河里的凶残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一个要说的凶残生物就是臭名昭著的食人鱼，它是亚马逊河流中最凶残的动物之一。体型虽小，但是性情却十分的残暴。它的嘴巴里长有锋利的牙齿，凶猛无比。这种鱼体长可达50厘米，一般都是成群的游动，但从外貌来看，绝对不是个善茬儿。好，排名第9的就是电鳗，它是食人鱼的天敌。其中一种名为伏打电鳗的品种，最高可以输出860伏的电压，被称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的生物发电机。一条电鳗所放出的高压电流足以把30多条食人鱼电死，所以食人鱼对电鳗几乎造不成威胁。最大的电鳗体长可以达到 2.5 米左右，它身上80%的部位几乎都能放电，头部为正极，尾部是负极。它的特殊能力来自它特化的肌肉组织所构成的放电体。电鳗的身上有上千个放电体，每一个放电体就犹如一个小电池，上千个小电池联合在一起，就可以产生很高的电压。电鳗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可以自行控制放电，自己掌握放电时间和强度。不过它不可以持续的放电，每次放电过后需要休息一会儿，然后才可以重新恢复电力。放电时间会特别的短暂，最多也就个10几秒。不过这么长的时间也够用了。最强电流的伏打电鳗在一瞬间就可以电死一头牛，人类更不用怀疑。如果身处亚马逊河中，在3到6米之内有电鳗靠近，轻轻松松就会被电晕。一旦晕倒跌入河中，基本也就凉凉了。再有就是电鳗放电的时候会不会电到自己或者同类，这一点大可放心，不会。电鳗体内的脂肪组织天生就有很好的绝缘作用，而且它本身就已经适应微弱的带电环境，对自身和同类构不成威胁。好，排名第8，吸血鬼鱼。在亚马逊河中，它绝对算得上是凶猛的掠食者。这种鱼的牙齿特别的锋利，前面的长牙可以到15厘米，它的体长可以达到 1.2 米。这种鱼可以吞掉自身1半大小的鱼类，食人鱼是它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在捕食猎物时，凶狠的獠牙可以直接刺穿猎物的身体，什么金龙、红龙、银龙，在它面前那都是弟弟。排名第7，寄生鲶鱼。它体型很小，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脊椎动物。
虽然表面看上去并没有特别大的杀伤力，可它却是亚马逊河流中典型的杀手，也是让当地人最恐惧的鱼类。它的身体极其的细小，可以寄生在很多种类的生物身体内，它们全身几乎透明，很难被人发现，很多大型的鱼类也很难发现它们。这种寄生黏的游泳速度特别的快，一有机会就会钻到其他动物的体内。可怕的是，一旦被寄生黏钻入体内，几乎必死无疑。它们只要钻进去，几乎就不可能再出来。它们会利用自身的倒刺牢牢地固定在宿主的体内，然后再慢慢地吸食血液。更可怕的是，这种鱼会在宿主的体内不断地繁殖，并且存活下去，直到将宿主的血吸干为止。很早以前，当地居民经常会受到这种鱼的袭击，一般都是通过尿液的味道入侵到人类的下体，进入尿道。被寄生黏寄生的人特别的危险，如果不通过外科手术将它取出来，它将会在人体内一直繁衍下去，直到这个人死亡为止。排名第6，帕库人齿鱼。这种鱼的牙齿很像人类，体长可以达到1米多。这种鱼对人类特别的危险，尤其是男性，他们特别喜欢袭击男人的下体，反而对女人不感兴趣。刚开始人们对这种鱼只攻击男人保持怀疑，直到2011年有2名男子因为被这种鱼咬碎睾丸丧命的报道出来，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排名第5，牛鲨。我们知道鲨鱼一般都是在咸水中生存，一般都生活在海洋里，但是这种牛鲨却可以在比较浅的咸水和淡水中生存。亚马逊河也会有它们的身影，它们可以适应咸水和淡水，并且可以远游河流。这种鲨鱼体长最大可达 3.5 米，体重可以达到600多斤，在亚马逊浑浊的河水中特别的危险。根据国际鲨鱼攻击档案2018中的数据中显示，牛鲨对人类造成了至少100次的攻击，其中有27起是致命的。由于它们可以在淡水河流中生存，距离人类生存的地方比较近，许多人便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鲨鱼。确切点说，是对人类最危险的鲨鱼。所以不要认为鲨鱼只生活在海里，河流中也很有可能有鲨鱼，特别是可怕的亚马逊河，这里面的凶猛生物远超我们的想象。排名第4，巨型水獭。不得不说，一般有这个长相的动物都特别的凶狠，一眼看上去跟平头哥很像。我们都知道，平头哥那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狮子老虎这种大型猛兽他都敢去一决高下，甚至是毒蛇，平头哥都跟吃辣条一样将其消灭掉。排名第3，巨骨舌鱼。它是世界上大型的淡水鱼之一，最长可达3米。在恐怖的亚马逊河中，各种小型鱼类包括食人鱼在内都是它的食物，它偶尔也会捕食蛇类。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鱼可以呼吸空气。由于亚马逊流速缓慢的河水含氧量降低，巨骨舌鱼经常会浮上水面来呼吸空气。它攻击力最强大的部位就是它的尾巴，它可以利用尾部向外甩出巨大的力量，轻轻松松就可以击倒一个成年男性，并且被它击中的人或者动物骨骼很有可能被震碎，造成内伤。巨大的体型游走在亚马逊河流中，一般的小型猎食者是不敢靠近它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实力，一般的动物是不敢去挑战巨骨舌鱼的尾巴威力的。排名第2，亚马逊森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由于森蚺的视频画面过于恐怖，容易引起各位领导的不适，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它的真实样貌了。黑土在这里先描述一下它的特征。森蚺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无毒蛇，它是全世界最重的蛇，特别的粗，可以长到7米以上，最长的可达10米以上。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会用身体将其死死地缠住，最后让猎物窒息致死，攻击力也是相当的强悍。国外经常会传出森蚺吃人的事件，但从未被证实过。能确定的是，这种巨大的蛇嘴巴张开可以达到180度，确实具有吃人的能力。排名第1，黑凯门鳄。相信很多人对它都很熟悉。黑凯门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之一，同样它也是亚马逊河流最大的食肉动物，也是所有的短吻鳄种类中最大的一种，体长最大可以到 5.5 米，体重可以达到1700斤。一般经常栖息在比较安静的水域里，越是平静的水面，它们出现的几率也就越高。它几乎可以吃掉任何南美洲陆地或者水中的动物，一般体型较小的猎物它都会整个吞下。如果说狮子老虎是陆地上的霸主，那么黑凯门鳄就是池塘中的霸主。在这个亚马逊河流，除了人类，几乎没有一个生物是黑凯门鳄的对手。它被认为是亚马逊河流系统中最大的掠食者。其实除了这些，亚马逊河中还有很多小型甚至未被人类发现的大型危险生物，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都不敢在河里游泳的原因。
因为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不再是男人了。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头点个赞，谢谢。